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物理治疗师顾帆。在智慧康行这个频道，我想跟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们掏心窝子的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能关系到你未来10年、20年，是能自己提着菜篮子逛市场，还是不得不依赖别人搀扶，是能和老伙伴们游山玩水，还是只能困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朋友，听得最多也最让我心痛的一句话就是：陈老师，我都这个岁数了，腿脚没力，走路慢点，不是正常的吗？老了吗？都这样，认命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心里那股急啊，真是恨不得穿过屏幕来摇摇你的肩膀。老朋友，你这不是认命，你这是认了一个天大的误会啊！这个误会正在悄悄偷走你最宝贵的独立生活能力。咱们今天就要把这个误会彻底拆穿。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都曾经深信一个所谓的人生曲线：30岁顶峰，40岁下坡，50岁开始这里酸那里痛，60岁肌肉明显萎缩，70岁走路颤颤巍巍，仿佛这是一张写好的日程表，谁都无法逃脱。但我用了10几年的临床经验和无数科学研究数据，终于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这不是天命，这是废退。你身体的变化主要不是时间流逝的结果，而是你如何使用或不再使用它的结果。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让你无奈，一个却给你无限的主动权。空口无凭，我给大家看一个在医学界和康复界都极具震撼力的证据。这是一组大腿的核磁共振横断面影像，就像用最精确的刀把3个人的大腿从同一个位置切开，让我们直接看看里面的真相。第一张是一位40岁的铁人3项运动员，影像显示他的大腿骨被厚实深色的肌肉组织紧紧包裹着，像最好的缓冲垫和保护甲，最外面只有一圈薄薄的皮下脂肪。这双腿一看就知道蕴藏着奔跑、跳跃支撑的巨大力量。第二张是一位74岁的普通老人，典型的久坐族，生活以看电视、打牌、散步为主。这张影像让所有第一次看到他的学生和同行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应该由结实肌肉占据的地方，现在充满了大量白花花的纹路，那是脂肪组织侵入了肌肉内部，医学上叫做脂肪浸润或肌肉脂肪变性。骨头周围本该是肌肉的城墙，现在变成了疏松的脂肪、棉花，残存的肌肉组织少得可怜，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平地走路都可能不稳，稍微被地毯编绊一下，或者地上有点水，就很容易严重摔倒。因为失去了肌肉这座最稳定的人体支架。最激动人心的是第3张，这同样是一位74岁的老人，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位坚持训练和比赛的铁人3项选手。猜猜他的大腿横截面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简直和那位40岁的壮年选手难分伯仲。肌肉饱满，轮廓清晰，脂肪浸润极少，整个腿部结构呈现出惊人的年轻状态。这张图不是 PS 的，它真实的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上。他发出的呐喊振聋发聩。时间并不是摧毁肌肉的主犯，静止和废弃不用才是。只要给予身体持续正确的刺激，哪怕到了古稀之年，你的肌肉系统依然保有惊人的适应和生长潜力，完全可以维持在壮年时期的状态。好了，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心里既振奋又疑惑。振奋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陈老师，我信你，可我天天也没闲着啊。我每天公园走5000步、10000步，雷打不动。我打太极拳，练8段锦，做保健操，也挺认真。为什么我还是感觉一年比一年沉？上楼梯膝盖发软，想快点过马路却迈不开步子，好像腿不是自己的呢？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破解的最大秘密。你动的方式可能完全错了方向。这里我必须给大家讲一个至关重要的生理学知识，这是我们逆转肌肉流失的战略地图。我们身上的肌肉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主要由2种功能截然不同的肌纤维构成。第一种叫慢肌纤维，也叫红肌，它就像军队里的后勤部队和耐力兵，擅长打持久战。它的特点是收缩速度慢，力量不大，但特别抗疲劳，能持续工作很久。你日常散步、长时间站立、慢速骑行，主要调动的就是慢肌。它依靠氧气代谢，效率很高。随着年龄增长，慢肌纤维的流失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真正的重灾区是第2种快肌纤维，也叫白肌。它是军队里的特种部队和先锋突击队。它的特点是收缩速度极快，爆发力惊人，能在瞬间输出巨大力量。你看到绿灯快灭了，一个箭步冲过路口，不小心要摔倒时，身体猛地拧转，找回平衡，提着10斤大米一口气上5楼，或者从矮沙发上一鼓作气站起来。这些需要瞬间发力、爆发性速度的动作，全靠快肌纤维在0点几秒内全力动员。但是快肌纤维是个能耗大户，它容易疲劳，而且科学研究明确证实，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我们不刻意去训练和刺激它，快肌纤维的流失速度远超过慢肌纤维，可以说是优先被裁撤的精兵。现在你明白问题的关键了吗？你每天进行的散步、健走、匀速太极拳，
这些都属于低强度、长持续的耐力型活动，它们主要锻炼和维持的是你的慢肌部队。而对于正在疯狂流失、决定你行动速度和防跌倒能力的快肌特种部队，这些运动强度太低了，身体觉得根本没必要调用它们，于是它们就在用进废退的原则下，被身体判定为闲置资源，默默地被分解、被脂肪替换。这就是为什么你动了却感觉没用到点子上，腿脚无力，反应变慢的根源。你的训练没有对准正在失守的阵地。那么这场肌肉保卫战、反击战到底该怎么打？怎样做才能精准刺激到快肌，把流失的肌肉和力量抢回来？大家别急，顾哥结合国内外最新的抗衰老运动医学成果和我自己指导大量中老年学员的成功经验，为大家梳理出一套完整、安全、可执行的7大核心策略。只要你理解并开始实践，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无比积极的正向反馈。第一战略，也是所有战略的基石，你必须开始进行真正的抗阻力训练。一听到抗阻、力量、重量这些词，很多朋友脑子里立刻出现健身房、杠铃、肌肉猛男的画面，然后本能的摇头，不行不行，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太危险，我骨头脆，腰不行。请大家立刻清除这个误解。抗阻力训练的本质是让肌肉去对抗一个它不习惯的负荷，这个负荷可以是你自身的体重，可以是一瓶矿泉水，可以是一个弹力带，甚至可以是一袋米。它的形式千变万化，但核心原则只有一个：渐进超负荷，就是慢慢的有控制的增加挑战。这里我给大家一个黄金法则，叫8到12次力竭原则。你选择一个动作和一个重量或阻力，比如手持哑铃、作臂弯举，如果你能非常轻松、毫不费力地完成超过15次，甚至20次、30次，呼吸平稳，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只算热身活动，对增肌增力几乎无效，因为强度太低，身体轻松应对，根本不需要召唤宝贵的快肌纤维和启动肌肉生长信号。反过来，如果你选的重量太大，做1到3次就完全动不了，甚至动作变形，那风险太高，也不推荐。最理想的强度是你标准的完成一个动作，做到了8次时开始感觉肌肉酸胀费力，努力完成了10次，第11次到了12次左右时，达到一种即便拼尽全力也很难标准的完成下一次的状态。这个范围就是刺激肌肉生长、唤醒快肌纤维的神奇窗口。对于完全没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从最安全的自重训练开始，比如扶着稳固的椅子或墙面，练习坐姿站起，确保站起时膝盖不要内扣。当你感觉扶着椅子做15次都很轻松时，挑战不扶手完成。当不扶手也很轻松时，可以尝试放慢下坐的速度，比如用4秒坐下，增加肌肉在张力下的时间。记住，身体适应力极强，你必须像升级打怪一样，逐步给自己增加难度，才能持续进步。第二战略，效率至上，优先选择多关节复合动作，而非单关节孤立动作。很多朋友自己锻炼时，喜欢拿个小哑铃只练手臂，或者用沙袋只练脚踝，这有点像只想装修一个房间，却忽略了整栋房子的结构。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功能性动作，几乎没有只动一个关节的。从地上捡起一个箱子，需要弯腰髋关节、屈膝膝关节、核心稳定躯干，然后手臂提起肩肘关节，这是一个完美的动力链。因此，我们的训练应该模拟这些生活场景，优先训练那些能同时调动多个大肌群，需要神经系统高度协调的复合动作。其中最经典、最有效的王牌动作，就是各种形式的深蹲。深蹲被誉为动作之王，它同时强化的远不止大腿，它挑战你的核心稳定性、腹部和腰部肌群，激活强大的臀部肌群，锻炼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和后侧腘绳肌的协调发力，甚至能提升你的平衡能力和脚踝灵活性。你完全不需要去扛杠铃，从最基础的高脚杯、深蹲、手捧一个重物在胸前开始，或者就反复练习从餐椅、沙发上坐下、站起这个动作。只要保证姿势正确，膝盖朝向脚尖，腰背挺直，它的综合收益远远超过你单独做100个手臂弯举。其他优秀的复合动作还包括俯卧撑，可从推墙或跪姿开始，划船动作，用弹力带模拟拉桨，以及过顶推举等。这些动作效率更高，更能促进分泌促进肌肉生长的激素，是抗衰老的高效催化剂。第三战略，针对弱点，必须加入速度与爆发力元素。既然我们衰弱的重点是快肌，那么训练中就必须有快的成分。很多长辈运动时习惯求稳，全程慢速，这固然安全，但却无法给快肌纤维送去它最需要的紧急动员令。所以在确保动作模式正确、关节稳定的前提下，我们要聪明地加入快速发力的阶段。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在做坐姿站起这个练习时，下坐的过程，我要求你慢，用3到4秒有控制的下沉，感受肌肉的拉伸和复合。但是站起来的瞬间，我要你想象屁股下面有弹簧或者有针扎，用你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弹起来。这个快速发力的过程，哪怕只有 0. 几秒，就是专门针对快肌纤维的高强度信号弹。你可以把它当成游戏。这一次
我要比上一次站得更快一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评估兼训练方法，叫做5次坐起测试。找一把标准高度的稳固椅子椅面，高约45厘米，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用你尽可能快的速度完成5次完整的坐下、站起循环，记录所需时间。对于60到70岁人群，如果能在12秒以内完成，说明你的下肢爆发力处于良好水平。如果超过12秒，甚至需要用手支撑才能完成，那就亮起了明确的警示灯，提示你跌倒风险较高，必须立即开始针对性的爆发力训练。此外，参与一些需要快速反应和变向的运动，如乒乓球、羽毛球、交谊舞，甚至和孙辈玩抛接球游戏，都能极好的锻炼神经与肌肉的连接速度，让你不仅有力，而且灵光。第4战略，打好地基，精心维护你的关节活动度与筋膜弹性。这一点是力量能否安全发挥的基础，却最常被忽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一位大哥决心很大，要练深蹲，强健腿脚，但一蹲下去，脚后跟就高高翘起，身体前倾的厉害。这不是他不想做好，而是他的脚踝关节因为常年缺乏全范围活动，变得异常僵硬，背屈能力不足，或者他的髋关节灵活度不够，无法让躯干在保持挺直的情况下下沉。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训练，深蹲的力量不会作用到该有的腿部肌群，反而会全部转移到膝盖软骨和腰椎间盘上，导致越练越痛，最终放弃，还怪罪力量训练伤身体。所以在开始任何力量训练计划之前和之后，都必须重视灵活性训练。这包括动态热身，训练前进行5到10分钟的提高心率、增加血流的活动，如原地高抬腿、摆臂、关节绕环脚踝、膝盖、髋部。2. 针对性拉伸，训练后对主要工作的肌肉进行静态拉伸，每个部位保持20到30秒，如大腿前侧、后侧、小腿的拉伸。3. 筋膜放松，使用泡沫轴或按摩球对紧张的肌群进行滚动按压，这能有效打破筋膜粘连，改善肌肉的滑动能力。如果你的某个关节特别僵硬，比如蹲不下去，寻求物理治疗师或专业教练进行一次评估和指导，学习几个针对性的松动和拉伸方法，比你盲目苦练1个月都管用。请牢记，柔韧是力量的翅膀，关节活动度决定了你力量发挥的空间。第5战略，供应原料，吃不够蛋白质，一切训练都是无米之炊。这是一个残酷而现实的物理定律，肌肉的合成必须要有充足的建筑材料，蛋白质。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饮食结构，出于习惯、牙口不好或对清淡的误解，普遍存在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典型的早餐，白粥加咸菜；午餐，一碗汤面加点青菜；晚餐，米饭加1-2个炒蔬菜。这样的饮食，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或许够，但优质蛋白缺口巨大。你练得再辛苦，肌肉也如同没有砖瓦水泥的工地，无法重建。最新的营养学共识指出，为对抗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及肌少症，50岁以上人群的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应提高到每公斤体重 1.2 克至 1.5 克。我们来算一笔实在的账，假设一位体重60公斤的阿姨，她每天至少需要72克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从哪里来？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约含7克蛋白质，一盒250毫升的牛奶约含8克，100克约手掌心大小，1厘米厚的瘦猪肉或鸡肉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100克北豆腐约含12克。你可以看看你一天吃够了吗？要达到72克，意味着你3餐都需要有一份足量的优质蛋白。早餐可以是1个鸡蛋加1杯牛奶豆浆，午餐要吃足自己手掌大小的一块鱼或肉，或者一大块豆腐。晚餐同样需要一份优质蛋白，比如虾仁、去皮的鸡腿肉，或者一碗黄豆炖猪蹄，吃肉喝汤。这可能比你目前的饭量要大，但请理解，这不是让你多吃长胖，而是让你吃对，为肌肉修复提供专属材料。蛋白质的摄入最好能均匀分布在3餐，尤其是训练后的1餐，补充蛋白质和适量碳水，对于肌肉修复合成至关重要。当然，如果存在严重的肾脏疾病，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调整蛋白质摄入量。但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状况稳定的朋友，请放心的、有意识的把鱼肉蛋、奶豆请回你餐桌的重要位置。第6战略，尊重规律，把休息恢复视为训练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与许多勤奋朋友的观念可能相悖。很多人认为天天练效果才好，但肌肉生长的奥秘恰恰在于，训练是对肌肉纤维的良性破坏，而真正的生长和强化发生在你休息，特别是深度睡眠的修复过程中。如果你每天都对同一组肌肉进行高强度训练，不给它修复的时间，就像不断的撕开伤口不让它愈合，结果只能是慢性炎症、过度疲劳和伤病风险激增。科学的安排是，进行抗阻力训练后，给该肌群至少48小时的恢复时间。一个经典的每周安排可以是：周一进行下肢力量训练如深蹲、弓步；周二进行上肢训练如推墙、俯卧撑、弹力带划船，或进行低强度有氧如快走、游泳；周三休息或进行柔韧性练习；
周四再次进行下肢训练，周五上肢或核心训练，周末休息或进行娱乐性活动。倾听你身体的声音，如果某天感到异常疲惫，关节持续疼痛或精神不振，那就果断休息一天。高质量的睡眠，每晚7到8小时，是身体分泌生长激素进行修复的黄金时间，其重要性不亚于训练本身。记住，你不是在偷懒，你是在为下一次更强有力的训练积蓄能量。第7战略，转变心态，从恐惧驱动走向乐趣驱动与成就驱动。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一点，关乎我们能否持之以恒。很多人开始运动是因为害怕生病，害怕卧床，害怕成为负担。这种以恐惧为起点的动力往往沉重而难以持久，容易让人把运动看作一味不得不吃的苦药。顾哥邀请你尝试做一个心态的转变，把运动看作是你重新认识、探索和掌控自己身体的一场奇妙旅程。你去运动不是为了逃避一个可怕的未来，而是去拥抱一个更有活力、更自主、更精彩的现在和未来。当你经过几周的科学训练后，发现自己能轻松提起以前觉得沉的重物，能一口气爬上5楼而不心慌气短，能敏捷地避开地上的障碍物，能感觉自己步履轻快，身姿挺拔，那种从内心深处涌起的自信、掌控感和喜悦，是任何药物和补品都无法给予的。把训练动作当成挑战自我的游戏，把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比如今天比昨天多做了2次，或者用的水瓶重了一点，都记录下来，为自己庆祝。找到你享受的运动方式，无论是听着音乐做力量，还是和伙伴一起练，让运动本身成为一种乐趣和期待，而不是负担。朋友们，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揭示了自然界和人体最根本的一个法则：用进废退，适者生存。你的身体是一部无比精密、拥有强大自适应能力的生物机器。那张74岁选手与40岁选手相差无几的肌肉影像，就是最辉煌的证明。衰老的进程可以被重塑，肌肉的流失可以被逆转。关键不在于你的年龄数字是50、60还是70，而在于你从今天起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你的身体。不要再让我老了，这句话成为你放弃努力的借口，它应该变成一个更有力量的问题。为了让我未来的10年、20年活得更有质量，我今天可以做点什么？答案就在这7大策略里。从一次标准的坐下站起开始，从今天午餐多吃一份鱼肉开始，从关注自己的关节灵活度开始。你的身体正等待着你的指令，它有惊人的潜力等待被重新激活。如果顾哥今天分享的这些深入分析能为你点燃一丝改变的决心，或者解开一个长久的困惑，请为我点个赞，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也请你把这份希望分享给更多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也许你的一次转发就能改变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轨迹。更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现在的运动习惯是什么，或者在尝试这些方法时遇到了什么具体困难，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互相打气。在对抗时光、守护健康的道路上，你从不孤单。我是物理治疗师顾帆，我们下期再见。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通过科学的行动，练就一副足以支撑你精彩人生的强健而灵动的身板。记住，最好的开始就是现在。